如果我们有机会跟外国其他的相关的业者介绍我们的监管的制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采取的这个方式，在这么新又这么快速变化的产业，我们的方式是很创新，很值得别的国家借鉴的。因为其实我们等的不是一部法律，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社会承认了区块链或者加密货币不再只是科技的议题，而是金融的议题了。传统金融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多，所以我们应该是让传统金融业跟现有的这个 VASP 业者做某一个程度的分工，它是一个合作关系，而不是一个竞争关系。Web3 大西进，大家好，我是 Winston。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Web3 大西进。最近呢，相信大家都有在关注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也是虚拟资产服务这个产业非常重要的时刻。立法院在2026年6月30号的时候，正式三读通过了虚拟资产服务法。那这绝对是产业里面历史性的一刻。那究竟呢，这一个专法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意义？还有呢，之后它会怎么样影响就是这个产业的发展？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他是台湾金融科技协会的名誉理事长，也是虚拟资产服务商业同业公会的总顾问蔡玉玲 Jacqueline， 欢迎。大家好，很高兴这个法刚过，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的法的这个过去、现在跟未来。那关于专法呢，第一题想要问一下 Jacqueline， 就是您一路从台湾这个 VASP 产业萌芽的初期啊，就一路见证甚至是扶持这整个产业的发展。那这个虚拟资产服务法正式的三读，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其实是产官学界经过很多的交流、很多的讨论，才终于能够通过跟取得共识的。那您之前也曾经入阁担任过政务委员，那也是政府还有产业咨询的非常重要的专家，所以想要请问您怎么解读这个专法的里程碑的影响力呢？坦白讲，我6月30号这个专法通过，那我刚好受邀在一个论坛里面演讲，我记得我应该是大概10点20左右上台的，那个时候好像刚好2读过，然后我讲完了以后好像刚好3读，然后敲钟，所以说实在感触真的很深啦，因为我从当政委的时候开始，相关的虚拟所谓的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些金融，我本来就一直在关注，所以我离开以后，从2017年那个时候最早 ICO 啦，然后 SRO、STO， 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开始用这个洗钱防治 AML， 就是洗钱防治法去规范，然后再进入登记制，然后一直到现在变成专法。说实在就是真的感触很深，所以我这里我觉得要跟各位分享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跟外国其他的相关的业者介绍我们的监管的制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采取的这个方式，在这么新又这么快速变化的产业，我们的方式是很创新，很值得别的国家借鉴的。那我跟大家分享是说2-3年前，坦白讲，我必须要讲说，在那个时候，监管单位对这个产业跟业者是陌生的。那个时候的业者彼此之间也不是很了解的，所以这个产业自己要做什么，也都还在摸索中。所以在那个情境下面，说实在不是一个最好进入一个很严谨规管的时候，所以当时我们的监管单位采取一个先用洗防声明书的概念，就是你自己来申报，你自己写，然后我看，那这个声明的意思就是说我声明我是符合洗钱防治的，所以从监管单位来讲，他开始了解你，
这个声明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有一些指导原则，然后要业者成立工会。工会成立的过程，我也是身历其境啊。说老实话，那个会开了20-30次哈，从业者彼此之间到底在做什么，有哪些业者开始做分类啊，所以那个时候有甲类、乙类、丙类等等的啊，所以慢慢归类出现在专法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业别。好，那在成立这个工会的过程里面，坦白说，业者也是彼此互相在认识，业者到底在做的领域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其实是上下游的关系。慢慢业者透过工会的成立，开始自己定这个自律规范。所以我们其实是先有自律规范才有登记制哦。自律规范在制定的时候，其实监管单位是参与的。所以这一点我每次都说，我们在制定自律规范的时候，其实我们监管单位是进来会议室跟我们一起开的，而且逐条逐字哦。那这个过程，我自己以第三者的身份，我是真的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本来业者对监管单位是不信任啊，坦白说，因为他觉得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产业，你怎么管我？所以那个不信任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运作跟过程里面，从监管单位进来坐下来会议室讨论，了解你业者定的自律规范有没有符合我从监管单位来看是我觉得风险有管控，我可以接受的。但是因为文字是我们写的嘛，所以理论上我们能写出来就表示我们做得到嘛。 OK， 所以这个过程我看到的是业者对监管单位的信任提升，监管单位因为了解业者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他从不信任，觉得什么你都可能有风险，一直到他觉得我可能可以给你一些空间，这个所谓的你自己可以管控的，也就是说他开始去思考你可能可以用自律规范来处理，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我说可以才可以。OK，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进入到登记制的时候，已经是大家把大家的这个共同认知的哪一些是我们需要创新，哪一些是我们需要被严格的规管，慢慢凝聚出一个监管单位觉得我风险管控我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业者也觉得这样的监管方式虽然我可能会增加很多合规成本，但是我应该做得到。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登记之后从28家变成8家，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人最早进来做的时候，他没有把监管的成本放进去，所以当他发现我需要这么多的监管成本的时候，他已经是开始考虑说，那可能跟我最早的评估跟我的投资的这个初衷有所违背的时候，他就退出。可是每次谈到这一题的时候，我都要特别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也跟主管机关也提过，我们从28家到8家的时候，其实这20家收掉，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消费者的纠纷哦。这个其实是应该要给我们这个业者非常大的这个 credit， 就是大家收掉，我们把业务收掉，我们是没有造成社会的一个消费者的这个纠纷的哦。所以这个产业的业者基本上应该是要被大众 recognize， 就是说他们是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的。那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专法产生了，大家也都知道专法里面多了很多，可能有一些原来就有的，可是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像资本额会提高啦，从管控、安控等等的防诈等等的那些可能都增加了。 OK， 但是从留下来的这个8家来讲，经过过去这个试着去接受被严格规管的这条路上，我觉得业者的心态上跟业者的这个对于合规的法遵的一个配合度已经增加很多了啦。好，所以坦白讲，这8家应该是我认为台湾这个产业非常值得被重视的业者。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产业的脉动跟产业的这个发展，他们是第一线的尖兵，所以我一直讲这8家要好好保护，然后应该要让他们持续扮演这个产业往前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的前锋部队。刚才 Jacqueline 帮我们就是爬梳了一下，哇，过去几年其实真的很精彩，好多事情发生了。现在回顾起来，真的觉得哇，这个产业其实历经了很多很多的阶段。那刚才 Jacqueline 有提到，就是虚拟资产服务的这个业者呢，其实在合规的配合度跟能力上面其实是越来越高的。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体制外，其实慢慢的走到了体制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也想要问一下 Winston， 就本身作为 VASP 的业者，而且呢，从工会的草创初期，其实你就已经参与了。那在过去几年，当然产业是在没有专法的情况之下，继续的努力发展，而且也面临很多的挑战。那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专法解决了业者的哪一些困难？那同时又带来开拓了什么样的新局面呢？刚刚听嘉跟你讲那么多，真的是感触真的很深。你眼睛有泪光哦？没有啦，没有啦，对，真的感触很深，真的回到了3年前、4年前，就是大家这种草创的这种初期，有没有？那真的嘉跟你爬完了这一整过程，真的很感动。OK， 那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业者也跟我一样，很多很多的感慨。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等的不是一部法律，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社会承认了区块链或者加密货币不再只是科技的议题，而是金融的议题了。所以我们终于等到这边了，社会正式的承认了这个产业，就像嘉跟你说的，它是一个新的资产，由法律所定义出来的。我觉得它对于业者来讲，它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什么问题？如果业者来讲，不确定性。过去我们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说我们不知道说我们今天所投入的资源、推出的产品、所做的每一个事情，3年过后是不是还是符合这个监管的期待？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是我们这个企业运行这个企业最大的成本之一，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展开不管是异业或是同业合作最大的阻力，它合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部专法带给这个企业最大的改变是它抹平了这个不确定性。我当然认为说，就是很多人会讲说，这个虚拟资产的服务专法它的通过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你问我，我当然是同意这个讲法，但是我更要强调的是，它同时也代表什么？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而这个很重要哦。什么旧的时代？10几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对社会证明，区块链存在有它存在的价值，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花了多少的资源？而市场永远是最严苛的什么考官？我们这个年纪，我敢讲，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一个金融的技术能够在10几年来经历过了什么？经历过了泡沫、景气循环、战争，然后诈骗、洗钱开始大量的使用，然后这个监管的迭代，最终你竟然没有被洗掉，而是走向了这个成熟，走向了落地。这是唯一一个金融科技在我们这个年代真的走过了这一切，然后走到了落地。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对我来讲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 OK， 而不是只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对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感慨，有没有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就是嘉肯定做了一个这个十几年的爬梳，这过去几年的爬梳，我对这个旧时代的一个总结。OK， 跟大家讲，这个旧时代其实是很重要的哦。在我们这个年代，真的看没有这种金融科技的技术能够走过这个动荡、战争，还有 pandemic 哦，都走完了哦，哪有可能 ？Right， 所以我觉得我是骄傲的，我是骄傲的。然后对于未来有没有，我也是充满了期待。OK， 因为在未来我们不再需要证明它需不需要存在，而是要开始去证明它存在的价值。OK， 所以非常的感动，还有非常的这个乐观。这里我倒是想补充一下，我是觉得法规本身有些时候不是说只有管不管的问题啦，有些时候是什么时候管，怎么管。所以我觉得这个专法如果说早个2年，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好的时机啦。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早2年的话，可能有很多东西也不成熟嘛。其实坦白讲，真正各国开始有这种更清楚的规范，也就是这2年的事嘛。
那这2年的事，我觉得在透过这个规管，事实上产业也在做一些调整。那有一些就可以做的，因为规管的关系，你就不能做了嘛。好，所以一个产业要进入一个规管的这个机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什么是 right timing？ 好，那我自己是觉得台湾的这部专法，也许我们不是 pioneer， 我们不是最早，可是我们也没有落后。像这个专法其实参考了非常多，最早是米卡，那因为后来很多国家也都是跟米卡有非常类似的规定，所以大家规范上面其实是很接近的。好，所以那也就表示全世界对于怎么规管这件事情，在过去这2年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好，那这个规管的共识的形成，也同时在 shape。同时在规管嘛，就是让产业朝着规管的方向去做调整。我相信在规管下面的产业发展跟没有规管下面的产业发展的产品跟服务也都有所不同。对，所以我们值得观察的是说，目前的这套规管所产生的这个产业的趋势发展，跟商业模式接下来会是怎么发展。它是不是会带来一个如你讲的，就是完全取代旧时代的一些金融的这个体系，而创造一个全然新的体系？那我自己个人观察是，这个还在发展中啊。就是说，因为你旧的那个体系的基础建设，你要全部把它取代，其实还是有一段路要走。呼应一下刚才 Winston 有提到，就是区块链跟虚拟资产到底有没有价值，它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不可以经过挑战。其实这个在专法通过之后，如您说的，就是很感动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可是这个获得认可之路，或者是真正进入体制之路，也呼应刚才 Jacqueline 说的，世界各国其实都正在经历这样子的过程，而且在过去的2年，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大家虽然都各自在立法跟在监管，可是有彼此参考，而且呢，某种程度上条件其实也没有出现太巨大的差别。但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Jacqueline， 就是说，您刚才有提到，不是管不管的问题，是最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好的步调是什么时候，怎么样是最好的做法。所以您也担任亚洲金融科技联盟 AFA 的主席嘛？那里面的成员总共有亚太16个重要的经济体，那包括台湾啊、新加坡、韩国、日本、香港这些。刚才提到这些国家其实也都经历在虚拟资产上面监管上面很多的调整跟很多的进步。那您觉得跟这些亚洲的国家，或者是我们看到在虚拟资产上面走的相对比较前面的这些经济体比起来，台湾在态度或者在政策上面有什么样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可以被判作是亮点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事实上现在对这个领域，就一个是管资产嘛，就是虚拟资产里面当然包含稳定币嘛，另外一个是管业者嘛，就是 VASP 的业者，那现在采取执照制或采取就是用专法来做，或者是在现有的法里面去做现有的执照的一个变更，这个可能大家在立法技术上也许不是很一致，但是真正对业者合规的要求上面其实是越来越趋一致的啦。那所以我认为我们值得关注的是，因为每个国家的监管背后含有那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因为你刚刚在问我说，以我当政委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每一个政策每一个法背后都会有一个立法者的一个背后的政策嘛。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政策，举个例子，比如说新加坡还是一样，就是原则性的规定可能是差不多的，细部也许有一些不同，但是他的政策很清楚，他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业者都来，所以他的政策上对于外国这个公司绝对是开放的，他甚至于希望你全世界很大的很厉害的公司都来，你都来用我的机制，拿我的执照，设公司在我这里，把所有的这个就是交易流、资讯流、金流全部都透过我新加坡。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他其实因为他要吸引全世界的公司都来，
所以他要扮演那个 hub 的角色嘛。好，所以你看他对于就是外资的这个限制上面，相对是态度上是开放的。那你再看日本，日本其实他一直很希望，他就是一个对于投资的保护是很好的，所以你要很放心，所以他就是很稳嘛，所以投资者你可以很放心，所以他很希望你来投资的时候，其实我有非常好的原来的这个金融的体制，可以保护你的投资的标的。那香港，我想香港当然它背靠 China， 所以他也某一个程度会希望他又可以回来原来的金融中心的那个角色嘛。好，所以他的态度上对于外国公司进来，他也一定是这个希望的嘛，因为他过去就是很多外资用香港当作是一个这个亚洲非常重要的金融的一个枢纽，所以简单来讲，他可能希望他自己会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中心，重要的这个枢纽嘛。那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说，那台湾我们现在也有专法，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政策就产业政策，当然你考虑政策有一个产业发展、金融稳定，这些都是你政策要考虑的。台湾过去其实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金融的稳定，所以我们一直被认为我们的金融产业是相对的保守。所以我们如果谈台湾的政策，我们就真的要想这一题，我们是只要关起来，我们自己在台湾做就好，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走出去，跟全世界这个连结互通。这就会涉及到将来，比如说你是要用私链、联盟链，还是你会进入一个公链的一个体制，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题啦。尤其我想央行对这个议题上面可能更在意嘛。所以不管我们的稳定币或我们的 RWA， 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台湾的股票这个市场这么好，我们如果可以把我们的股票 tokenize 的话，那全世界都可以来买。但是如果央行觉得我今天走进去一个开放式的公链，我会有金融稳定的一个疑虑的话，它可能不会是用一个开放式的公链来推动这个产业嘛。那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我们国内自己建立的一个自己的封闭式的一个平台。好，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原来期待的说，我们稳定币我们就可以出海去找应用场域，我们的 RWA 这个不管是比如说大家最期待就是台湾的股票可以全世界都买，但如果你不能进入公链的话，你只有台湾自己建立的一个封闭式的平台的话，你的流量可能就不够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说，我们有了这个法，有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其实这个法并没有限制说你到底要用封闭式的这个私有链，还是你要开放式的公链嘛，这个法里面是没有这样写，因为这是技术面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纯粹是我们自己有了这个法令所带来的基础架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在这个架构上，我们要走的是台湾自己封闭的一个环境下面的一个产业的基础，还是说我们想要有一个开放式的，可以走出台湾跟全世界做一个更深入的连接。专法3读通过之后，我们还有个8个这个执法，还有1个稳定币的法令。那您过去都是强调就是台湾的机会其实在于供应链金融，那稳定币会是最好的切入点，这是您过去一直在倡导的这个议题。所以您对于台湾稳定币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建议？稳定币这一题其实我自己个人我是真的觉得，我们先讲稳定币，不讲这个说是美元稳定币还是台币稳定币，因为这个有非常多人讨论嘛我个人是真的觉得，将来在 agent to agent AI 的 agent to agent 的时候，其实你一定会进入一个就是多屏，就是跟微量的这种交易的。所以它的交易的频率会可能就是这个1秒钟就有很多交易，然后这个交易的这个金额可能可以拆分到非常的微量嘛。所以你进入那样的一个 agent to agent 的交易的时候，就是说它不会只有把这个
合约弄完，订单弄完，他一定要把 payment 同时处理完嘛。那个时候不可能再回来用法币啦，他一定是用 stablecoin， 一定是用稳定币加 smart contract 嘛，加智能合约，才有办法处理机器对机器的一个交易行为嘛。所以我个人认为，在 AI agent 的这个经济体系下面，这个 stablecoin 是挡不住的趋势啦。那接下来就说好，既然这是挡不住的趋势，我们法规也有了，我们也可以做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说法规大家都差不多嘛，你看那几条每个国家都差不多，技术也不应该是问题，对，你真正问题是有没有应用场域，而且这个应用场域还必须要是一个 killer 的应用场域。好，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 killer 的应用场域，其实它的市场效益就不大。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要非常认真的去想一个题目，就是说将来在链上的金融，你非常容易就可以透过链上的 KYC 你去开一个境外的账户。如果可以去开一个境外账户，就表示将来你有很多交易行为不一定要用台湾的，你链上的金融很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嘛。所以台湾可能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如何让我们在这一题上面能够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取得一个可能的领先的商机。所以为什么我每次都一直在提，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台湾最强的就是供应链嘛，我们要不要试试台湾的供应链会不会是我们虚拟资产跟稳定币最好的应用场域。好，那当然很多人讲说我们台湾供应链现在用的都是美元嘛，尤其最近呢，美国140几个公司要成立一个这个要发 OUSD， 要做一个美元的稳定币，所以这里美元稳定币已经看起来就是已经形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量体了，对。但是同时欧盟是几乎在前后几天，欧盟发了这个200多张的执照，那这200多张的执照是在米卡的这个法下面嘛，所以也表示他们在米卡的这个规范下面，他们也让200多家要开始进入一个运作了嘛。好，所以这2大经济体他们已经有各有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好，那亚洲日本也发本币稳定币、日元稳定币，然后韩国啦、香港啦、新加坡，其实很多亚洲地区都在发本币的稳定币嘛。好，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将来美国那边，就是你的客户如果是美国的公司或欧洲的公司，你可能会拿到的是美元稳定币，或者是欧元稳定币，对。但是我们拿到这些以后，我们给我们的下游或给我们的员工或给我们的其他的这些可能可以用到台币稳定币的，因为你如果已经是拿的是美元稳定币，你没有道理把它，你要支付台币的时候，你没道理把它转成法币嘛，放到银行里面转成法币嘛，所以你已经在链上了嘛。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拿的是美元稳定币，你链上直接转成这个台币稳定币，然后你支付给你必须要支付的这个下游本国的业者啦，或者是你的员工啦，或者是你在台湾你需要消费的，或甚至于有一些其他国家也许也可以觉得我也可以拿台币的稳定币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台湾要发，当然不可能没有发台币稳定币嘛，对。那你台币稳定币的应用场域供应链会不会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发展的一个应用场域？它有没有可能变成我们台湾的供应链的升级的一个议题？我下一题想要问的是，刚才 Jacqueline 您其实有提到说，一个法律啊，它背后其实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所以我们刚才也有讨论了香港啊，或者是新加坡啊，他们的不同的想法跟他们希望可以达到的目的。那这一次台湾的这个专法3读通过，其实后面有一些附带决议是很多人很有兴趣的。那里面其实有一个是关于要加强管理未经核准的境外交易平台，就是以确保说国内的业者可以在健康的环境之下去做发展。那这一题想要问 Jacqueline， 然后等一下也想要问 Winston 的想法，就是你们怎么看这个动作的意义还有它的成效呢？其实境外业者就从数位时代开始一直都是一个很难从监管的角度来讲很难处理的议题啦。
就像以前那个境外的一些 OTT 啦，等等的，像你现在有很多境外的这个券商啦，就是网络券商等等的，其实它也不需要落地嘛，可是台湾也非常多人都用这些境外的券商在做美元或其他的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交易，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从监管角度是很不容易完全去执行的领域啦。但是你从国家的政策来讲，你还是必须要有你对于这个境外业者的监管的态度。所以这一次其实态度很清楚，就是说第一个，你境外业者呢，你要落地就是国民待遇。所谓国民待遇就是国内业者什么条件你就照什么条件。因为之前曾经有人主张说，如果你已经在别的国家拿到执照了，在台湾可不可以有这个简易的绿色空道？那我想在立法院审理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当然这里有一个附带的一个问题，就是有被讨论，可是没有出现在母法里面。这个议题就是，如果因为落地到底你要符合哪一些规定是执法会规定嘛，所以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在执法里面，如果你境外的业者要申请在台湾落地，你会被要求跟国内业者同样的合规标准以外，会不会要求你将来你对台湾的消费者只能透过你国内的业者，不能跳过国内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直接到你的境外的平台去做交易。那这个当然就有一个主张说，你要申请在台湾落地，你是不是要清空你境外的平台的台湾的消费者？好，那这个当然这个问题就会对于境外的业者，他要不要考虑落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点。好，所以境外的业者一定得同等的合规条件。如果你没有落地，你去做推广啊等等的，包含 KOL 等等的这个东西，你都会有可能的一个处罚的嘛。Winston 呢？你怎么看这一个附带决议？首先，我认为市场是需要竞争的啦。竞争对市场就是在某些程度上面一定是好事啦。那任何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里面，它是不会进步的。所以我从来也就没有主张过说，就是要禁掉境外业者啊。只是说法令的清晰度，其实它会引导方向。就像嘉肯您讲的，那未来到底是这个国内的业者跟国外的业者是不是同一套？如果当有法律了，国外的业者就要去做取舍。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你今天站在国外业者的角度，他也在面对什么？他也在面对这个现在的去中心化上 Hyperliquid 的竞争，甚至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币安，他直接讲我竞争不过他直接讲了我竞争不过他。而我们国内的一直在讲说我竞争不过这个国外的业者，因为他有这么多个这个 option 啊，这个 futures 啊，杠杆啊，这种不同的这个交易的功能。然后我们也听到我们的这个诸位就讲说明年考虑要开放衍生性金融商品。所以你会看到市场有它的需求，就会有相对应的供应。可是法令永远不会是跑到最前面，它一定是就是以最大程度的这个安全，还有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为主。渐渐的，就是大家的需求不是境外的才听得到，主管机关听得到啊。就是因为国外的业者在没有纳管的、没有监管的这个环境下，他推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交易功能。那今年累月有很多的交易功能其实是被证明是不行的，出了很多问题，可是也有还留着很多那种大平台 OK， 它基本上运行到现在也没有出事。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使用者他不用境内的平台，因为境内平台没有那样的功能，所以境内的平台也跑去跟主管机关哇哇叫，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它就真实的反映在一个这个绝对竞争的环境下面，大家的需求可以一直被听到嘛。那主管机关当然以他的角度有没有，那他的考量永远是安全为优先的，稳定为优先。所以我觉得某些程度上这是良性的，这是良性的。或许再走下去，有一天，那假设说这个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最大的安全性，不管是透过技术还是透过这个合规，渐渐的它开放到境外跟境内的这个产品能够做到的其实差不多了。那它会反过来境外业者就想要赶快来落地，因为境外业者最终这个，如果你运行中心化的，你要面对的是去中心化侵蚀你的市场。在不合规的领域里面，没有合规的领域里面，你还要面对越来越成熟的监管，越来越开放的监管的条件跟你做竞争。所以它是一个
衍生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这个动作的意义和成效，因为我们的主管机关也讲得很明白，人民有他的选择权利，透过他的行动去支持境外的这个平台，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们比较好，但是境外的平台不能到这边去，如果你不落地在这边，你不可以 active 的去去行销啊，做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是刚刚开始。OK， 那随着这个我们再走久一点，然后就渐渐的我们会看到这个监管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平复了，或者是这个市场在监管或者是非监管排除去中心化这边，它的功能可能的这个gap 可能也越来越被抹平了，市场就会有相对应的反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得到真正的成效，这个是刚开始而已。对，我们刚才其实讨论了本土的交易所、境外的交易所，还有 DeFi 的交易所，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还没有谈到，就是银行。就是说我们这次看到呢，在专法里面它是有开放符合资格的金融业者，在金管会核准之下是可以兼营虚拟资产相关的业务的，这其实也蛮多人去讨论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已经非常有实力的这些传统金融业者，他也可能会去投入虚拟资产的这个市场。那这边也想要请问一下 Jacqueline， 就是您觉得这一件事情，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8家的业者已经登记制了，然后您说要特别保护他吗？然后银行也可能会进来了。接下来您怎么看台湾在虚拟资产服务这个产业的竞争跟合作，它的格局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这一题当然也许我们先不要用说保护这8家业者啦，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较就说这8家业者其实在过去这个10年他们累积了非常多对产业快速变化的产业的因应能力。好，而且因为这些业者的建制本身，他们是就是原生的从这个 crypto 的这个领域 blockchain 的这个领域所建构的一个组织嘛。那传统金融业呢，我自己是觉得他直接进来，就是所有 VASP 可以做的他也都可以做的话，你势必会造成政策上你会变成一个竞争关系嘛。那这个竞争关系我个人是认为对于产业发展是不好的啦。好，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传统金融业，其实传统金融业你接下来你有好多事情要做。好，你看稳定币也是你要发，因为现在稳定币是传统金融业要发的嘛。那 RWA 很多也都是金融商品的这个代币化嘛。好，然后你那个即使那个央行你要做批发的 CBDC， 其实你很多对接也都是跟银行嘛。好，那银行现在 AI 进来，你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嘛。好，所以从整个传统金融业目前它可以做跟必须要做的领域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事实上它这个时候不需要再来就是做跟 VASP 完全一模一样的业务啦。好，因为坦白说 VASP 现在做的业务，你要把它导入这么复杂的一个传统金融业的一个内部管控的体系，第一个不容易，因为你会让创新的速度变慢，回应市场的这个波动的速度也会变慢。比如说你去投资这些 VASP 业者，你某一个程度是个防火墙嘛，万一这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放在这个 VASP 的业者，而不是会整个变成你的整个金控都会产生问题嘛。我认为从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的建立的角度，以及大家的这个share，就是各自去承担一部分的风险还有传统金融业保管也都要他做啊。对，因为现在法币已经归他了，接下来可能还有虚币嘛。好，所以真的传统金融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多。好，所以我们应该是让传统金融业跟现有的这个 VASP 业者做某一个程度的分工，它是一个合作关系，而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最好我自己常常讲，我觉得最理想的产业的发展，我觉得应该是传统金融业去投资 VASP进去他的董事会，所以你又看得到也用得到，但是万一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的时候，也有一个区隔嘛，让现在这个已经经历过非常多产业的一个挑战
变化都还能够存活下来的这些业者，让他继续去扮演往前冲的产业尖兵的角色，然后传统金融业扮演这个提供资金啊，提供这个监管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所以扮演这个防守的角色，然后让 VASP 的业者去往前做创新跟这个国际竞争的角色。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对台湾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并不是从说因为他们是8家，然后就要保护他们，而是说我真的觉得这样是对产业是比较好的。我们非常谢谢 Jacqueline 在这一集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这个系列呢叫做专法时代，然后是在立法院6月30号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之后的第1集。那当然就是一定要邀请到 Jacqueline， 她从整个虚拟资产的产业发展的历史开始帮我们回顾然后一路讲到了专法它的里程碑，然后呢我们又从台湾去看到国际的整体的趋势跟比较，然后看见了台湾在监管上面的智慧，最后还帮我们带来产业发展的分工，还有竞争跟合作的格局。所以这一集非常非常的精彩，也非常谢谢 Jacqueline 的分享，谢谢 Winston。 产业之母了啦，真的啦，真的啦，这个当之无愧了，真的真的。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按赞留言分享，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谢谢大家，谢谢，拜拜。